哈里斯和特朗普的首场电视辩论将于当地时间10号晚举行。民主党给哈里斯专门展开了针对性特训，而特朗普则显得较为放松，继续把精力投入选举造势集会。 美国总统大选第2次电视辩论预计将在美国东部时间9月10号21点在费城举行，持续90分钟。这也是哈里斯接棒拜登参选后与特朗普首次同台正面交锋。值得注意的是，在11月的投票日前，两人之间暂未安排其他辩论，所以10号的辩论可能是哈里斯与特朗普的唯一一次同框交锋。 当地时间8号，哈里斯被拍到与丈夫手牵手散步。当记者提问其是否做好辩论准备时，哈里斯显得自信满满。 Are you ready, Madam Vice President? Ready. 由于拜登在6月底与特朗普举行的首次辩论时发挥失常，表现堪称灾难现场，令选民大失所望，支持率骤降，进而被迫退选。所以，民主党对此次哈里斯亮相辩论场格外重视。据报道，哈里斯已于5号前往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一间酒店进行针对性特训，并且邀请了高级政策顾问科索格卢以及美剧《纸牌屋》顾问邓恩协助备战。邓恩于2012年、2016年分别主导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前国务卿希拉里的总统大选辩论准备工作。据悉，哈里斯和他的团队仔细研究了特朗普以往参加过的大选电视辩论，包括2016年与希拉里、2020年和今年6月与拜登的辩论。哈里斯还与民主党顾问、之前做过希拉里幕僚的莱恩斯进行模拟辩论，由后者扮演特朗普的角色，模拟其风格对哈里斯展开进攻。 不过，经验丰富、口齿伶俐的哈里斯近日也被指在脱稿演讲时容易放飞自我。哈里斯与其副手沃尔兹的最新专访就被共和党人指责是预录制的，以躲避被直面提问时不知该如何发挥的问题。本月4号，佐治亚州一所高中发生枪击案，导致2名教师和2名学生死亡。哈里斯随后在一场竞选集会上就枪支暴力发表了演讲，结果他的这番脱稿演讲招致了不少批评和质疑。 美国舆论指责拜登哈里斯政府在空枪问题上毫无作为。It's senseless. It is. We've got to stop it, and we have to end this epidemic of gun violence in our country once and for all. 针对哈里斯团队有针对性的特训，特朗普的团队则表示不会找替身模拟对手以进行特训，只会与政治顾问讨论此次辩论可能涉及到的问题，并且继续将精力投入为选举造势的集会。此外，特朗普7号在威斯康星州的竞选演说中再次语出惊人，声称如果自己没有赢得总统选举，今年的总统选举也可能是美国最后一次大选。他同时称，在哈里斯的领导下，以色列必将灭亡。 And if I don't win this election, Israel, with Comrade Kamala Harris at the helm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doomed. Israel is doomed. That's a tough statement. Israel will be gone. 1 year, 2 years, Israel will no longer exist like we've never had. We may have no country left. It may be our last election.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 People have said that. This may be our last election. You got to get out and vote. This could be our last election. It'll all be over. 在当天的演说中，特朗普还预测，无论他与哈里斯的辩论表现如何，媒体都会说他输了。特朗普坚称，在辩论结束后，自己会受到媒体的不公平对待，并将矛头对准主办辩论的美国广播公司。此前，特朗普曾提议改制福克斯新闻举办此次辩论，遭到哈里斯团队的拒绝。 特朗普还在集会上再次就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支持哈里斯的言论发声，表示不理解。 I knew Putin. I knew him well. And, you know, he endorsed, I don't know if you saw the other day, he endorsed Kamala. He endorsed Kamala. I was very offended by that. I wonder why he endorsed Kamala. 普京本月5号曾表态，将按照美国现任总统拜登的推荐，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普京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对俄罗斯实施了大量制裁，希望哈里斯不要这样做。 Фаворитом, если можно так сказать, был действующий президент господин Байден. Вот он, его сняли с гонки, но он рекомендовал всем своим значит, сторонникам поддержать госпожу Харрис. Ну вот и мы тоже так сделаем, будем ее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Во-вторых, она так выразительно и заразительно смеется,
что это говорит о том, что у них все хорошо.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还在集会上扬言将提高其他国家放弃使用美元的成本。Many countries are leaving the dollar. They're not going to leave the dollar with me. I'll say, you leave the dollar. You're not doing busines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we're going to put 100% tariff on your goods. 分析称，特朗普这番表述与他的竞选策略有关。威斯康星州是特朗普与对手哈里斯争夺的最关键的摇摆州之一，两人都在争取该州工薪阶层选民的支持，而这些选民对拜登的经济议程不满意。辩论开打前夕，一项最新全美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以48%对47%的支持率微幅领先于哈里斯。尽管这一数字仍在3个百分点误差范围内，但有分析认为，民主党换人红利期一过，哈里斯鲜少清晰阐述政策的短板就凸显出来。而特朗普在度过了艰难的1个月之后，其频繁演说所表达的政治理念反而给他带来稳定性优势，并且支持他的核心选民群体并未受到影响，支持率仍然非常坚挺。美国舆论则希望在即将举行的辩论中，双方都能够摆出自己的政策，减少无意义的政治争论。有来自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州的独立选民称，从过去几次大选辩论来看，电视辩论只是一个平台，只看谁喊得最响，谁的妙语能成为头条新闻，但选民没有听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观察认为，这场辩论不会像特朗普与拜登之前的交锋那么戏剧性，但在双方支持率焦灼的情况下，可能对选举胜负起到关键影响。